前方发现目标，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3月的阿曼湾并不平静，几艘挂着红旗的军舰随着海鸥的啼叫声出现在了海面上。在军舰的甲板上，中国海军士兵坚毅的面庞清晰可见。这一幕发生在半个月前的阿拉伯海，而这也已经是中国第3次与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展开军事演习活动了。中国军队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可以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保护本国的船队和公民，这就是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底气。可当今的这个世界并不平静，某些国家更是时刻不忘对中国发起攻击。不过，人类的历史早已证明，一旦世界第一工业强国陷入了危机，那将会瞬间掀起一阵惊涛骇浪。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正在大萧条的漩涡中不断挣扎。当时的美国早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但也正因为美国的国内市场根本无法消化其庞大的工业产能，使得本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可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人遇上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却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他坚定地认为，政府不应该对市场经济活动施加过多的干预手段，应该让市场自己来对经济进行调节。最终，胡佛的自由主义政策彻底玩崩了美国经济。他本人也毫无意外地在人们的一片唾骂声中灰溜溜地下了台。接替胡佛工作的是一个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人。当时的美国民众对于罗斯福的上台并没有太过直观的感受，由于胡佛在过去几年当中的胡作非为，让整个美国社会都渴望出现一个锐意改革的总统。至于这个总统会发起什么样的改革，却无人关心，因为大家都认为新总统的改革不管开展的如何，至少不会像胡佛的经济策略那么糟糕。但罗斯福的表现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料。在罗斯福上台之后，他开始全面推行自己的新政改革。一方面，他动用美国强大的工业机器修建了许多的公共设施，而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对美军进行了全方位的整顿行动。罗斯福的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挽救了美国的经济危机，还为后来的美国积攒了不俗的实力。此时的美国想要登顶世界霸主的宝座，还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机会。1939年，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对邻国波兰发起了闪电战行动，随后英法等国陆续对德国宣战，第2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此时的美国却没有急着加入战争，而是在一旁做起了生意。直到这个时候，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才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当第2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被点燃之后，美国的战争潜力也迅速被激发了起来。此时大家才恍然发现，美国不仅拥有拯救全世界的能力，也拥有摧毁全世界的能力。在二战爆发前后，美国一直维持着相对中立的态度。当时的美国国会甚至还通过了一部所谓的中立法案，来限制美国政府对于战争的参与度。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内政坛中始终有一股孤立主义的风潮，大家都认为卷入到欧洲的战争当中对美国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战争的形势尚不明朗，很多保守的政客并不想让美国赌国运。不过，突如其来的战争还是让美国的各大财团赚得盆满钵满。正因为美国有了强大的工业支撑，它可以轻易地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和物资。罗斯福心里明白，如果想让美国彻底实现崛起的目标，那么美国就必须要参与到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当中，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获得在战后分蛋糕的资格。1941年12月7号，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向停泊在夏威夷的美国军舰发起了突然袭击。第2天，罗斯福宣布让美国参战，并发表了一通激情澎湃的演讲。在美国的战争机器被唤醒之后，美国军队立刻就爆发出了令人恐惧的实力。在1942年的时候，美国的工厂平均每一个星期就可以造出一艘航空母舰。一个如此强大的美国，完全有实力击溃任何对手，更不要说是小小的日本了。更何况，在二战爆发之后，很多科学家为了追求稳定的科研环境，全都跑到了美国。这种状况让美国如虎添翼。随着1945年2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上空炸响，第2次世界大战也终于迎来了结局。靠着绝对的实力，美国不仅拿回了当初被日本占领的殖民地，还出兵占领了日本本土。二战结束之后，因为美国本土几乎没有在战争期间受到任何影响，美国社会很快就迎来了50年代纸醉金迷的景象。而且，由于美国凭借强大的工业实力，在二战当中起到了主导作用，美国在二战之后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一套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从此以后，我们熟悉的那个美国就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今天中国的处境与当年的美国颇为相似，虽然两国的立国思想各不相同，但如今的中国也和当初的美国一样，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
不得不说，中国能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始终保持和平的状态，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全世界应该珍惜当今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努力创造的和平发展环境。一旦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被拖入危机，那么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必然会是灾难性的。如今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位置早就已经易主了，美国的头上也早就没有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光环，但当今的世界却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动荡不堪。在欧洲，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绪；在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交火使得美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之间的矛盾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阴云依然笼罩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上空，他们已经成为了新世纪人们需要共同携手应对的最大威胁之一。再加上世界经济刚刚从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阴影下逐渐复苏，好在今天中国在开展外交活动时的策略与思维与当年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想要通过一场战争来奠定自己作为世界霸主的政治基础，但中国却只想以自身的实力来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的进程。因为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战争的恐怖之处，我们只想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促进自身的发展，同时带动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争取那份本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却时刻不愿意放松对中国的打压，纵使中国再三强调我们并不打算与美国或是其他的任何国家为敌，可他们还是用一种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但是强大的工业实力背后往往是令人胆寒的军事实力，我们并不想主动挑起战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惧怕战争。从翱翔蓝天的歼20战机到驰骋海洋的福建号航空母舰，再到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东风系列导弹，这些中国如今取得的军事成就已经构成了我们国家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况且中国在科研领域也并不逊色于美国和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中国掌握的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对抗、无人机等多项技术，也足以让我们在混乱的世界当中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与国防安全。今天的中国早就已经不是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但我们始终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好战，就一定会迅速灭亡。只有维护和平，才能够使自身拥有生生不息的动力。这一切既是我们从5000年历史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与智慧，也是我们从无数帝国兴衰历程中看到的教训。相信随着中国外交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大家将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世界。